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兹卡班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本期视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最新发明的这个 Cursor Token 节省器以及定制器。那么简单讲讲看，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 Cursor 的一些痛点，比如说 Cursor 它的提示词非常的臃肿，禁止了某些命令，同时呢兼容性也不佳。那么我这个项目主要就是解决这些痛点。首先呢，看看效果吧。效果就是这样的，我在这边使用了同一个提示命令去测试我的模型。那么这个怎么用呢？首先你要第一步把我的仓库克隆下来，之后这里就有一个 test prompt， 就是这个提示词，然后你把这个提示词发给你的大模型去做就完了。那么模型的话呢，就会自动读取这边内置的需求，然后会读取这个代码。那么我们看一下效果吧，这一个和这一个，你们猜一猜，哪一个用的是 Cursor 官方的系统提示词，哪一个用的是我自己定制的系统提示词？我们开启混乱模式，开启混乱模式，这个更乱一些，这个好像稍微正常一点。你们猜哪一个是？答案很简单，第一个是这一个是我自己的提示词写出来的，这一个是 Cursor 官方的系统提示词写出来的内容。用户提示词都一样，区别在于系统提示词。那么说实话呢，我觉得可以看出来差距并不大，甚至还有一点点的小提升。但是呢，说实话，这个提升我自己也尝试了一下，并不是因为提示词本身的问题，而是因为模型自己的这个随机性的问题。所以说呢，它这个效果几乎是一模一样了，对吧？那么既然效果一样，我们看看花费如何呢？这边我统计了几个常见的模型的花费。当然的话呢，顺便提一嘴啊，就是尽量还是使用 Cloudy 模型。Cloudy 模型对 Cursor 的兼容性是最好的。Gemini 和 Quark 系列的模型兼容性不太好。GPT 的话呢就更差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 GPT 跟 Cursor 的兼容比较差，基本上用不了 Cursor，很奇怪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成本和这个输入输出令牌，重点关注输入以及输出，因为成本的话呢是会随着模型的改变而改变的。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。这个输入令牌啊，基本上有着70%到60%的节约。对于这一个模型来说，节省的幅度比较少。我怀疑 Cursor 很有可能是专门给这一个模型做了一些优化。然后在这个输出上面，也是我的模型输出的更少。Cursor 这边的话呢，这一个模型的输出居然比我的更少，所以我怀疑可能是 Cursor 真的做了优化。那么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一个模型，那你可能不太需要我的提示词。但是如果你使用其他的模型，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提示词有着非常明显的改善，帮你大幅度节约了你的成本，同时节约了你的时间。我后面观察了一下，为什么 Cursor 的提示词上面耗费时间比较久呢？原因是因为咱们举个例子啊，我这个任务其实它是比较复杂的嘛，对吧？所以很多模型它就会搞一个 to do list，相当于就是一个任务清单。但是他们的任务清单根据 Cursor 内置提示词要求做的非常的详细，然后呢，这个模型每往前走一步，就要去看一下清单，改一下清单。那我这边呢，在我的提示词里边，我就简化了它的清单的规则，清单被变得简单了一些，然后呢，步骤什么的也稍微少了一点，可以保持这个清单本身的效果，同时还可以做到减少模型输出、减少模型输入的效果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提示词优化是非常成功的，非常成功的。最后呢，就是一些重要的提醒。目前我仅针对 Agent 模式进行了优化，就是这边的 Agent 模式，其他模式没有优化，可能会出现 bug。然后呢，尽量使用 Cloudy 模型，因为兼容性最好。Gemini 和 Quark 也可以用，但是效果一般般。GPT 模型效果不好。最后呢，就是这个自定义，我这边的提示词全部都写在代码里边了。我直接放在这儿了。有人会说这个提示词可能拿出来更好，确实拿出来可能更好，但这个提示词比较短，所以说呢，我就懒得拿出来了，就放在里边。那么这么短的一个提示词，就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效果了，大部分的需求了吧？根本就不需要如此复杂的提示词。最后呢，讲讲看怎么配置和运行。首先第一步，克隆仓库，然后进入之后呢，创建虚拟环境，安装环境。这个配置其实都比较简单啊，如果不会的话，去问一下 AI 就好了。
之后呢，就是把 env 文件修改一下，改成真实的 key 和这个地址，最后运行代码。好了，就完了。那么代码运行好之后，我们还需要部署。我这边建议是直接使用 ngork 这种内网穿透的工具，然后生成一个地址就行了。比如说像我这边用的就是 ngork 它的内网穿透的地址。API key 这边就填你自己的 API key，其实这里不填都可以的啊，因为 API key 在我们的 env 环境里边。如果你有服务器的话呢，你可以部署到一个服务器上面，没有的话就算了。最后呢，就是一个小细节，Cursor 这里边一定要选择 Gemini 系列的模型，因为只有 Gemini 系列的模型是按照 OpenAI 的格式发送请求的。OpenAI 自己的模型反而不是按照 OpenAI 的格式发送请求，并且像 Cloudy 什么的，他们也不是按照 OpenAI 的格式发送请求，所以很容易导致不兼容。那么如果你想要使用其他模型，很简单，你去到这个代码里面，把这个模型这里更换一下就可以了，这里更换成你自己想用的模型就可以了，非常的简单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这里就结束了，别忘记帮我来波赞和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